Wake up, wake up！ 今天的任务是魁北克省。位于加拿大东部的魁北克省，是一座法国风味浓郁、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。无论是列为世界遗产的魁北克市旧城区，还是加拿大第二大城蒙特楼，都充满着迷人的魅力，等你去探索。我来到加拿大魁北克了。魁北克呢是加拿大的法语区，所以在这边旅游可能会感觉有点像欧洲。那我这次呢会在蒙特楼待2个晚上，然后在2个晚上呢会去魁北克市。那我这次呢不是一个人旅游了，我这次有3个小伙伴。我们这次呢非常认真规划我们的行程了，而且还制作成旅游小说。我这次呢同样是使用旅游规划 App 去来帮我们规划，它不止非常方便，然后我们4个人还可以一起共编，一起在 App 上讨论行程。那你们可以先把这个 App 下载下来，然后最后呢再 follow 我的行程，跟我们一起玩。和3位朋朋见面啦，这是 Emily、Joyce 和 Patricia。因为太饿了，先去吃个蛋挞，再开始这次行程。我们这次第一天在蒙特楼呢，我们会在市区玩，所以我们买了1日24小时的日票，总共11加币，在车站的这个机器就可以买了。跟上次一样呢，我们从 Google Map 就可以直接把景点整包汇入，然后在 App 里面呢就可以轻松安排行程，然后景点跟景点之间的路线呢都非常清楚，直接拖拉就给拖移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要去第一个景点喽。出地铁站今天超幸运，天气超好的。第一站来到 Montreal 的 City Hall 市政厅，它是属于第2帝国的巴洛克式建筑，看上去超美的。然后对面呢就是旧城的一个大广场，我们等一下就一路这样逛下去。1967年，当时的法国总统戴高乐曾在此阳台发表极具争议的“自由魁北克万岁”演说。然后就在市政厅旁边的，这是尼尔森纪念碑，它设立于1809年，然后是蒙特楼目前最老的一个纪念碑。他是英国非常有名的海军军事家。然后就在尼尔森纪念碑前面呢，就是捷克卡蒂尔广场，可以足以感受这区的建筑、市景、氛围与其他北美地区非常不同。反而与欧洲城市较相近，所以这里被称为北美小巴黎。我们从市政厅走下来，这条路上都有逛的东西，沿路可以逛逛市集啊、商店啊，然后餐厅啊。蛮特别的。沿着商店街走过来，如果你看到银色圆顶建筑，这就是邦斯库尔市场。我们进来看看吧。这里面呢就卖一些纪念品啊、衣服啊，然后有趣的是，这里呢曾经短暂作为加拿大国会的开会地点哦。市场出来这边啊，其实就是蒙特楼的旧港了。然后从这边可以看到很漂亮的风景，还有摩天轮啊，尤其是今天的天气超棒。这天气真的太舒服了，摩天轮就在后面。旧港呢，其实就在 Saint Lawrence 的河畔，然后是一个历史相当悠久的河滨码头。最早啊是1611年的时候，由法国的毛皮贸易商所开辟的。然后后来这个港口迁移之后，原本的旧港又重新开发，所以现在这边啊周边有很多餐厅啊、商家、文创市集等等。然后在旧港上面最知名的景点呢，就是后面这个白色钟塔，用于纪念在1战时遇难的加拿大船员。然后我们就可以沿着滨海步道走走逛逛，或是坐着发呆看风景。然后在对面呢是 St. Helens Island 一个圣海伦岛，如果我们明天租车有空的话，就可以去那边看看。
我的伙伴们，他们因为今天一早就抵达，所以他们现在很累，先回去饭店休息。然后我就在河滨这边好好享受，超美的。你要去哪里？这里真的太美了，天气很好，然后可以直接在旁边的公园树下野餐、看风景、享受发呆，好棒哦！这样旧港就差不多绕了一整圈了。然后你们看旁边的树，枫叶要出来了，叶子在变色了，真的超级漂亮的，好爱这哦。前面这边又回到邦斯库尔市场，然后这边沿路还有些摊贩市集可以走走逛逛。走完旧港之后，我现在往南边走，南边呢也就是旧城区，然后要去跟我的小伙伴见面。好了，跟他们见面啦！我们来到蒙特楼的圣母圣殿教堂，它是建于1829年的哥德复兴式建筑，但是进去要门票。不过呢 ，Emily 她已经帮我们买好门票了。我们这次还加购光雕秀的门票，然后总共是345加币，是有点贵啦，但是我们值不值得呢？等一下进去看看。记得要先上网买好票，而且要提早来排队入场。我们现在进来教堂里面，要准备看灯光秀，里面教堂挤超多人的。The show aura will begin soon. For safety reasons, we ask that you locate the nearest virtual. 我们看完30分钟的灯光秀了，我觉得超赞的耶，就很像在电影院里面，但是整个灯光效果还有就整个，我觉得配乐是最强的地方，对，就整个超震撼。我一开始进来的时候，我完全想象不到它会怎么样去打光，那你们一定要自己来看。迪士尼输烂了，抱歉迪士尼。我觉得很强哎，超厉害！我觉得它有古典，然后后面又有一个科技感，因为它有用很多雷射，然后雷射感觉快要扫到你的时候，它有一直往后面的那些柱子打，然后就开始各种散射。我觉得它融合超多东西，那种天气啊、暴风雨，然后还有你如果看过《美女与野兽》，他不是最后贝尔说不是他们变回王子的时候，那个整个圣光洒下来，那个金粉洒下来，对，很像，对，就看到你被金粉笼罩，那种很特殊的感觉。我觉得值得，一定要来看，真的大推。那现在看完灯光秀之后呢，大家就留在里面可以拍照啊，然后再享受一下这个教堂。教堂内部色彩绚丽，有超过100座精致的木雕，天花板以深蓝色为主，再搭配大量的金色装饰。我们等到最后面拍照都没人了，不过已经关灯了。看完灯光秀，我们要去吃饭啦。哪里到了吗？进来喽。So good, Sarah? Yeah, we. Messi. 来到法式餐厅了，我们找了一家平价的法式餐厅。所以法式餐厅呢，通常就是会有 soup 或 salad 可以选一样，然后前菜、主菜，然后跟 dessert。但是刚刚的菜单呢，全部是法文。好啦，那现在我们终于等到主餐了，我们要准备开动。我们点了鸭胸肉、野牛排、今日鲜鱼和兔肉意大利面。没错，就是兔肉，看看它吃起来如何。很嫩诶。会吃兔子是因为1、2战的时候那些家禽就会变少，所以他们就开始养成吃兔肉传统。但是更久以前，勃艮第那边就有很多人吃兔肉的习惯。最后的甜点时间，然后我们吃了快要1个多小时，超级饱。最后的甜点，开动！最后让你们看看我们怎么拍这些食物的。服务生还特别帮我们打光。早安，今天是蒙特楼第2天了，然后我们4个人出来玩呢，终于可以去租车啦。
要出发了，刚刚取完车子。我们买完有名的 bagel 之后呢，我们要前往第一站，我们要去郊区赏枫。虽然现在不知道有没有风啦，但是我就去看。那我们要怎么去呢？其实从去的 app 里面就可以直接连到 Google Map， 非常方便。而且如果你们在国内要出去玩的话，在 app 里面呢也可以直接租车，然后还可以订房啊、订飞机啊、保旅平险啊，还有接机服务，就是全部都可以在 app 里面一站操作。我们开了2个小时的车，终于抵达我们来赏枫的地方了。然后接下来呢？接下来要走个30分钟。好，启灯。你看前面，Oh my god！ 我们走了20分钟来到第一个观景台了，超漂亮，值得吗？值得，一定要来。哇！你在干嘛？野餐，刚摆好。还记得我们早上先去买了 bagel 吗？我们就在带这边野餐，看着一整片枫叶，眼前的风景真的超棒的。然后我们就在这边好好享受枫叶吧。开动，开动！好了，我们刚刚坐在那边享受风景，吃我们的午餐。我们大概坐了1个小时，然后呢，我们现在原路下山啦，再去看看别的地方有什么好逛的。变冷了。坐山也不太，说因为还有洁癖，所以我就回来。我们又开了2个多小时，来到皇家山。这边呢是可以看夕阳的地方，不过有点太晚了，夕阳也快落下了。但是呢，另外一个地方可以看夜景。其实夜景很快就差不多看完了，就小小一个观景台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去吃东西啦。我们来到这家餐厅呢，我们要来吃加拿大的特色料理 poutine。那 poutine 是什么呢？其实就是薯条加 cheese 加 gravy。那这家店现在排很多人，所以我们决定直接外带。拿到啦，我们现在来吃几口。它其实就是把薯条沾汁，沾满汁，就蘸了那个 gravy 的酱，然后加 cheese。你觉得怎么样？湿湿的肉，湿湿的薯条。没错，就是湿湿的薯条，加拿大的国菜，可以大家来可以来尝试看看。好吃吗？好吃，就有点跟温哥华不太一样。我以为它跟英国那种fish and chips 一样，就是薯条配东西吃而已。但其实它吃起来还不错哎，尤其是它那个 cheese 有点像 mozzarella 的感觉，然后薯条配 gravy 好吃，整个沾汁之后，口味变得很特别，赞赞。早安，今天是魁北克省的第3天旅行啦。然后他们呢，一样先去买早餐、bagel 还有咖啡。我在车上等。那我们今天要干嘛呢？我们今天呢要从蒙特楼开车到魁北克。我们喝 Columbus， 它是这里算是小有名气的咖啡店哦，真的哦。可以想象是台湾的高级版路易莎。我们连续2天都买同一家 bagel。出发前第一站呢，我要先来加油。8787。然后呢？对，好喽，好按吧，直接按哦。先按。有按。速度加油！我们要加多少？加满。修。这样比较干净，帮大家劳工。谢谢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出发。
我们开了2个半小时，好累哦，我们先下来休息一下。有一种很好吃，是找一下。Hint 的那种，但我觉得太大了。再继续上路。我们总共开了快要4个小时的车，我们终于来到 Quebec City 了。然后因为我们今天有租车嘛，所以我们就会去比较近郊的地方玩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来到蒙特伦西瀑布。我觉得很壮观呢，我很期待可以靠近一点看。是那边可以靠更近吗？对 ，zigzag 的地方，大概12000年前有冰河时期，好像最后一个冰河时期，这边都是被冰层覆盖，所以它后来解冻的时候，冰河时期过后解冻之后，那水就开始流。然后因为水重力很大，它就一直往下侵蚀，然后河床刚好又比较软的土层，所以它就可以一直往下打，往下打。所以以后尼加拉瀑布会越来越大，但我不知道这里的瀑布会不会继续变大。但我觉得五大湖附近的瀑布应该都长得差不多。对，我不确定，我不是地质系，我希望地质系可以救我。我们现在越来越接近了，然后整个感受到那个水汽了。我们现在在它正前方，全部都湿了。有彩虹哎！我们现在在瀑布的正前方，感觉超像台风天。对，没错，整个水汽一直喷上来。不过它真的很壮观哎，很美。它这边其实83米高吧，比尼加拉瀑布还要高1.5倍。整个声势非常浩大，然后很壮观，超惊人的。哇 ！Oh my god！好了好了，拍完了，下次记得来，记得穿雨衣。这个全部都湿掉，不过非常壮观。我们现在要爬上来了，你们看后面也可以看到这个瀑布啊，一路是流向圣罗伦斯河，就是跟昨天在蒙特娄一样的那条河。我去过尼加拉瀑布了，然后也去过 Croatia 的16湖瀑布。我觉得每一次看到瀑布又再惊艳一次，哎，就是每一个都很特别。耶！爬上来最高点了，你可以看到整个瀑布超级壮观的，又是不同的感觉。而且从这边风景超棒，你不仅可以看到这一侧的瀑布，你可以看到后面的魁北克市，就整个魁北克市在那边，还有旁边的圣罗伦斯河。今天天气真的超棒，所以看过去风景一级棒，好好欣赏吧。然后我们现在走过去瀑布的地方，这边有一个公园，也好舒服哦。很多人在这边野餐啊，放松啊。然后这边可以玩 zip line， 从瀑布前面飞过去。哇，枫叶！我们走上来吊桥了，这里就在瀑布的上面。现在在瀑布上面了，从这边看起来景观超壮观的。然后再一路过去到圣罗伦斯河，还有魁北克市，好美，很值得上来。听着瀑布的声音也超级疗愈。但是其实这边都还有一些赏枫的步道可以走，只不过呢我们有点累，我们都先下去啦。我们原本以为可以绕环转一圈然后下去，结果呢那边缆车的话要钱，所以我们还是回来阶梯这边，然后我们再看最后一次的瀑布吧。我们又走回来刚入口这边啦，然后我们就从那边绕了一整圈再回来，现在整个颜色也不一样，超漂亮的。
回来停车场啦，结束我们的瀑布之旅。我们今天本来还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叫 Canyon， 但是因为我们时间没有算好，不太够。如果你们时间早点来的话，很建议再去 Canyon 那边可以赏枫，也很漂亮。那我们今天要去还车了。耶！我们还完车来吃晚餐啦。因为刚才太累了，所以我们其实已经吃饱了。我们来家意大利餐厅吃披萨跟意大利面。那等一下就要直接回背包客栈休息啦。我们刚刚在餐厅吃完饭之后，我们就出来老城区随便走走。然后你们知道吗？我们刚刚遇到谁 ？Eric 是谁？哪一个 Eric？ 是你的，你们请看照片，我们刚刚直接跟他合照了。我超爱他，我也很喜欢他，看他们的影片，午休都看他的影片，在这里偶遇真的是。我们在哪里？现在在哪里？快贝克，他们两个现在太淡定了，他们刚刚一遇到他，整个是这种，开心啊！什么？这什么巧合？天时地利的，这真是在那个街角哎。我们回来住宿了，来到背包客栈 check in 啦，然后两位还在嗨。早安，今天是魁北克的第4天了。我们今天呢要逛魁北克的市区，然后它分成上城区跟下城区。那其实我们走路的话就可以其实逛完。然后我已经在确切的 app 上面安排好路线了，我们就走吧。我们第一站呢就来到超级漂亮的地方——圣丹尼斯广场。从这边可以俯瞰整个魁北克市区，还可以看到那一座城堡，就是最有名的景点。我们第一个景点就来到这种漂亮的地方，我现在眼前就是整个魁北克市，然后圣罗伦斯河，然后旁边的一些郊区的山，然后前面这城堡，看下去真的超级漂亮的，而且今天天气超好。我觉得我没有想过有这么大的轮船会在这边呢，因为那边应该是连接圣罗伦斯河，对，然后它的港口一直到现在还是很活跃，因为这里 supposedly 是 Old Town 吧。然后城堡饭店当初会盖的时候，是因为加拿大的铁路公司想要发展这里的观光，所以他就把很多城市都盖了一些城堡饭店，对，它有点像是主动吸引观光客进来。然后我的感想是好多法文，像我们刚刚去教堂的时候，他们讨论的时候都讲法文，然后小朋友也很多都讲法文，因为这里的唯一官方语言是法文。因为英文的使用数还不到50%。能坐在这个广场上享受这个风景，真的好幸福哟，好享受哦。看完美景之后，我们要继续逛老城区了，然后就直接从这个斜坡走下去，就可以到城堡的地方。我们现在走过来一点，就是在饭店的正前方，然后这广场上面超舒服的，有人在弹法国号，可以看着港口的风景。我们逛到一半累了，所以呢，我们找到一间路边的咖啡厅，叫做 Baguette and Chocolate， 感觉还不错。然后我们点的是法式的可丽饼，咸的，我在法国的时候超好吃。开动吧 ，Bon appetit！ 这种法式咸可丽饼叫做 galette， 但我觉得在法国吃的比较好吃。我们吃饱饭继续来走走逛逛啦，然后在后面的呢，这就是魁北克的圣母大教堂，它这是北美最大的主教座堂哦，可以进去看看，也是免费的。超漂亮的。
而且这座教堂啊是第一座升格为宗教圣殿的教堂，它现在还被列为世界遗产。看完教堂之后出来，这间呢就是鬼怪的拍摄地，就是这家圣诞小店，超多人会来这边打卡，但是我鬼怪我根本没看，所以我们就认真当观光客。就在教堂旁边的是画家街，那时候是1960年代的时候，北树系的学生啊都会在这边摆放他们的画作，然后就沿用到现在，也有一些画家会在这边放他们的个人作品。那里有一个那个人。我们刚刚差不多上城区的地方已经逛完了，我们现在要下坡到下城区的地方。走下来之后呢，就在爆米花旁边是断井阶梯，这边就是连接上层跟下层的主要的通道。然后什么叫断井阶梯呢？就是因为这个楼梯很陡，要提醒路人小心行走。但还好，目前没有人在这阶梯受伤。这样我们就走下来下城区啦。然后如果你不想要走楼梯的话呢，旁边其实有缆车也可以搭乘啦。阶梯走下来，这条街呢就是小上普兰街，它算是北美历史最悠久的商业区哦。然后这边有很多酒吧啊、餐厅啊，算是下城区最热闹的一条街。刚刚走在路上就遇到2位台湾姐姐，她们现在住在温哥华，然后她们已经来这边算姐姐来三次了。我觉得魁北克是一个非常漂亮、浪漫的地方，它是个法语区，那所以会有那种欧式的那种风情味，而且法语好好听。可是都听不懂。有看韩剧鬼怪的话，这边也是鬼怪的取景地哦。在哪里有小的壁画？哦，很漂亮，在哪里？哦，好好好， OK 好，再见，再见，很高兴认识你们。谢谢谢谢。我们走回来断井阶梯这边呢，后面是皇家广场。它这边是在1608年的时候，法国探险家第一次抵达魁北克的时候，然后在这边建立一个法国人的海外社区，所以这边呢，也就是说是魁北克市的发源地。然后在皇家广场的这一侧呢，是凯旋圣母教堂，是加拿大最古老的10道教堂之一哦。从后面的皇家广场走过来呢，这边有一个大壁画，它描绘了17世纪魁北克城当时候的生活，还画有当时的重要人物，像是法国探险家杰克卡迪尔和魁北克市创立者小尚普兰。下城区差不多逛完啦，那我们现在走上来，回到教堂区，然后我们就随便走走吧。又到了晚餐时间，然后我就在城堡旁边找了一家poutine的餐厅。我们4个人一起吃晚餐的最后一天。谢谢。我们点了枫糖洋芋片和超特别的牛肉poutine，吃起来的口感很不一样，而且是用马铃薯，不是薯条。要分开了，回去小心，坐飞机小心，拜拜。Patricia 要先飞回密西根工作了，明天就剩我们3个继续玩最后一天。早安，今天是我们魁北克的最后一天了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把最后一些景点走完，然后就好好放松，好好享受魁北克吧。我们现在呢要准备出城啦，因为我们来到城墙 St. Louis Gate。其实魁北克呢是北美唯一留下城墙的城市哦。然后魁北克啊，总共有3个城墙，还有这个 Saint John 和 Kent。我
我们走上城墙看看，好像从城墙这里可以看到整个旧城跟新城。啊，过去那边就是新城啦。你们看那个城墙，其实看起来都还蛮新的耶，因为这些都是19世纪末才建的。刚好遇到小朋友户外教学，我们出城啦！我们现在来到新城区了，我们来这边走走逛逛。城墙走出来之后呢，就看到一个圆环，然后圆环的中间就是一个喷泉，它叫图尔尼喷泉。它其实首次安装在1857年，但是后来啊，因为发生一些事情，所以就被拿走了。直到2004年的时候，喷泉才又被捐献出来给魁北克市，那就是庆祝魁北克市建成400周年。只不过有点可惜，现在喷泉在维修，没有看到它喷水的样子。然后从后面喷泉走过来的正对面就是魁北克省议会大厦，它建于1877年那时候，然后是采用第2帝国建筑风格，当时啊非常流行于欧洲的维多利亚时代。好像可以进去里面参观的，但是需要 ID， 我们进去看看。马上被打出来，一定要正本的 ID 才可以进去，所以你们来记得要带护照。他们2个参观完了，他们有个他们放很多他们法规的地方，法规应该是法规吧，有点像图书馆。对啊，很多画啊，然后还有介绍他们议会的东西。然后他们有一个地方好像可以通哪一间 hotel， 然后呢就还蛮特别的。好啦，景点都差不多逛完了，就好好享受最后的魁北克。刚好看到有免费的展览，就进去看看。来港口边走走。好啦，我们要结束我们魁北克省5天之旅了，然后他们要坐飞机回温哥华。温哥华见，拜拜拜拜。那总体而言呢，我觉得魁北克这里真的很漂亮。因为这边的历史很丰富，从一开始法国殖民啊，然后英国啊，然后又加拿大独立啊，所以这边的很多历史我觉得都蛮有趣的，而且这边的建筑也非常漂亮。走在路上有时候我都会觉得说，我到底是在欧洲还是在北美？因为非常不同于北美其他地区。那最后呢，感谢用去的 app 帮我规划行程，真的非常方便。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去欧洲奥地利的时候，我排了超久的行程，徒手这样写，然后浪费超多时间，但最后也没排出什么行程。所以我去这个 app 之后啊，就省超多时间，而且还有灵感探索，可以看其他部落客啊、YouTuber 怎么玩，一键复制他们的行程，还有网页版可以使用，所以你们也可以扫这个 QR code， 跟着我一起玩魁北克省。那我明天呢要坐飞机去卡加利啦，我要再来去班夫的国家公园。This is a life， 拜拜！我在加拿大 Canmore 了，周围全部都是山，从上面看下去的景是不是超漂亮？太美了，太美了！旁边有湖有山，抵达最高峰现在7度而已，但是体感2度，很美吗？这才不要录进去。看完灯光秀，看完灯光秀，我们